全球超级富豪们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投入了巨型资产研发所谓的神药，换心、换血，甚至实施极端的生物实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来讲全球富豪续命实验。加拿大的时尚大亨加德呢，在76岁高龄仍然渴望青春永驻，进而诱骗了7000多名少女呢，将她们囚禁在自己的私人小岛上，并称呢，他们就是他年轻的秘诀。硅谷的投资大佬彼得蒂尔呢，也不甘落后，他每年花费上百万呢进行换血治疗，并且呢对人体冷冻机构呢签订合同，准备在去世之后呢将身体保存在零下196度的液氮罐中。贝索斯呢作为前世界的首富呢，更是长寿科技的信徒。10年来呢，他一直为生物科技公司投资巨额资金，并在去年呢创建生物实验室，请来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研发细胞重新编程技术以终结老化。包括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呢，也不遗余力地投入了30亿美元，成立生物中心研究所，试图创建人类细胞图谱，从细胞中呢想要找到隐藏的青春密码。然而在追求长寿的道路上呢，这些富豪们的行为也引发了道德和伦理的争议。戴维·洛克菲勒呢，这个名字代表了亿万富翁的传奇与奇迹。他的生命在6次心脏移植跳动中得以延续，每一次呢都如同重生。在2009年呢，福布斯杂志将他列为了美国史上的15大富豪之首。他的财富甚至超过了比尔·盖茨的3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家族打破了富不过3代的魔咒，连续6代人呢都享受着荣华富贵。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金色摇篮里的戴维呢，就学会了如何用金钥匙开启未来的大门，并以非凡的姿态呢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在2015年呢，99岁高龄的他接受了第6次心脏移植手术。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创造无限可能的一种决定。尽管当时的医疗设备并不发达，但每一次的手术呢还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在2017年呢，在他拒绝了最后一次换心手术之后不久呢，这位传奇的人物就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呢是101岁的洛克菲勒呢，就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羡慕的人生故事，既有厚度呢，也有长度。在晚年时期呢，面对亲人的一位一位的离去和痛苦挣扎中呢，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内心的辛酸呢？戴维·洛克菲勒的一生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对于生命极限挑战的勇气和坚持的象征。在2009年呢，赌王何鸿燊呢，在前往公司的途中也遭遇了一场意外。当他下车的时候呢，不慎就摔倒，并重重地撞击了头部。这次事故给他的健康还带来了空前的挑战。那何鸿燊的脑部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不得不接受3次手术来清除。康复之路漫长且艰难嘛，他就不得不在这个医院中度过了将近4个月才得以出院。出院之后呢，何鸿燊就面临了更加艰巨的任务，恢复受损的大脑功能和细胞活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呢，他就开始定制的注射一种昂贵的补脑针剂。从那以后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就成为了他的常态。而每一针的费用呢，高达86万港币。在11年的时间里呢，他的补脑针上的开销呢，累计达到了惊人的10亿港币。换作是普通人的话，在如此高昂的费用面前，恐怕只能望而却步。然而对于何鸿燊这样的传奇人物而言，在追求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道路上呢，不惜一切代价，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1967年呢，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詹姆斯·贝德福德呢，一位勇敢面对死亡的癌症患者，就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他在遗嘱中就表达了一个非凡的愿望，希望家人呢在他去世后将其遗体冷冻保存，直到未来的科技成熟到能够重新唤醒他为止，并治愈他所有的疾病。然而时光飞逝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的家人都已经离他而去了，只留下詹姆斯孤独地躺在了冰冷的冷藏室中。世人不禁就要问了嘛，那未来何时有人为他解开这个谜题呢？同样的故事还有一个版本是在2002年，美国的传奇棒球手泰德·威廉斯呢，因心脏骤停离世后呢，被子女选择了冷冻保存。更为激进的是，他的遗体经过了神经分离术，将头部和身体是分开来保存的。他们都期望在未来技术允许的时候呢，再重合。那泰德的儿子呢，在离世后也选择了跟父亲同样的道路，带着对未来重逢的渴望呢，将自己也托付给了冰冷和寂寞。布莱恩·约翰逊呢，这位硅谷的亿万富豪呢，因为身体状况的衰退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卖了他的公司之后呢，他没有选择退休钓鱼，而是选择每年投入了约1300万人民币的资金请来了专业的团队，致力于研究逆生长的愿景。那这个目标听起来就如同天方夜谭嘛，挑选了健康的少年作为血源，以更新全身的血液等尝试呢。所以年轻的布莱恩·约翰逊呢，就创立了一家在硅谷名声显赫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竞争和巨大的压力就使他付出了沉重健康的代价。当他意识到身体的警告的信号出现的时候，比如说体重飙升情绪失控，他就决定采取行动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于是他就出售了自己打造的企业，卖了8亿美元，用这一笔丰厚的资金呢，为他开启了追求健康之旅的新篇章。他组建了一支由健康专业家族组成的团队呢，并携手成立了一家专门注重于生物科技研究的企业。这家公司主要的使命就是量身定制他的个性化养生计划。如同许多追求健康生活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他的养生之旅呢，从餐饮开始，每天的饮食呢，都严格遵循着营养均衡的原则，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一个都不能少，并且坚持全素食搭配。在专家团队的建议下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了精确的卡路里计算。除了饮食呢，他还通过大量的体育训练来激活人体机能，以辅助各类营养剂呢，保持活力。人们或许会以为他沉迷于返老还童的幻想中无法自拔，然而他的团队定制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并要求他严格遵守。清晨5点半必须起床，在体脂秤上检查并记录新的一天的数据之后呢，就立刻开始他的第一餐，不是吃的，是药物。每天3次的药膳中最多的一次竟然多达25种不同的药物配方。他心无旁骛地致力于自己的重新焕发18岁的活力。每当用餐完毕呢，便投身于一系列的体能训练之中比如说25种精心设计的动作循环反复持续1个小时。但是他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从日常的清洗到夜间的护肤，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严格的规划与执行的。一套为他量身定制的护肤品呢，是皮肤护理的核心。洗澡后呢，他会用7种不同的护肤品涂满全身的皮肤，以保护皮肤紧致光滑。而在夜幕降临前的最后一刻呢，进行2个小时的蓝光治疗实验，则为了抵御白天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老化伤害，甚至还会向自己的面部注射脂肪。哪怕是出现了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呢，他也没有停下为自己追求年轻的脚步。他的生活仿佛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实验，那每分每秒都在为这个返老还童的目标而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断进化的生物机器人。这种生活模式呢，他已经坚持了5年了。现今45岁的他呢，拥有一颗37岁的心脏、28岁的肌肤以及18岁的肺活量。逆生长的奇迹呢，在他的身上得到了证实。然而在他自己的团队眼中呢，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因为这位充满野心的抗衰老的战士呢，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愿景呢，是能够活到200岁的高龄，同时还保持着从内到外的18岁年轻的状态。为了追求青春的秘诀呢，约翰逊不惜尝试各种极端的方法。近日呢，他与17岁的儿子和70岁的父亲呢，一道参与了一项惊世骇俗的换血实验。这一念头呢，是源自于早年的一项关于老鼠的抗衰研究。当时该研究就显示呢，老鼠注入了年轻的鼠血液之后呢，其新陈代谢和骨密度以及记忆能力等生理功能都得到了改善。受此启发呢，这个约翰逊就大胆启用了史上首个祖孙3代的换血实验。儿子就捐出了一身的血液，并转化为半透明的血浆之后输入到这个约翰逊体内。接着呢，以同样的方式将约翰逊的血液呢输入到其父亲体内。尽管呢外界质疑他利用亲生儿子作为药引子嘛，但约翰逊声称儿子是自愿参与的。然而在进行了6次换血实验之后呢，由于没有数据上体现出任何有益处而被终止了。尽管如此呢，约翰逊并未完全的否认换血的价值。他就说呢，他在与他儿子换血之后呢，他的异性缘居然大增了，主动想要认识他的女性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他就认为或许是因为还不够老的缘故而未能发挥其效，并表示如果将来能够证明换血对健康有益的话呢，他儿子愿意为父亲提供更多的血液。而就在最近呢，这个约翰逊在他的视频中还震撼了世人。他宣布将要接受一项可以重塑人类命运的开创性的基因手术。长久以来呢，人类的寿命极限被认为是120岁左右嘛。但是如今的基因科学边界呢，正在被突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重大突破在一个遥远的洪都拉斯的海岛上进行。约翰逊带领他的基因团队前往这座孤岛呢，
他们已经通过使用名为卵泡抑素基因的方法呢，在小白鼠的身上成功延长了30%的寿命。在这项革命性的手术中呢，他接受了腹部和臀部的注射。这项创新成果呢，由一家名为源的生物公司实现的。该公司的创始人 CEO 戴维斯就展示了一项技术的核心原理。他说，他们设计了一种能够与人类 DNA 结合的环形结构，并易于通过皮下注射的方式的应用呢。经过基因增强手术后3周呢，约翰逊就自豪地声称自己已经蜕变成为一个具有超凡力量和肌肉质量增长的新人类了。他的卵泡抑素水平惊人地增加了160%。在传统医学中认为呢，这种蛋白质能够增加力量，促进肌肉生长，并减少体脂。尽管对其更广泛的应用研究尚在进行当中但是约翰逊的成功案例呢，无疑为未来的人类的健康提升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还有一位投资界的重量级人物谢尔盖杨呢，自2016年呢就开始了他的长寿探索之旅。他不仅深信科学能够破除自然法则的枷锁，更通过服用更多样的营养剂，实行周长达36个小时的禁食，以及不断的监测自身的健康状况，成功的使得自己的生理年龄呢远低于实际年龄5岁。他呢也拥有25岁的强健体魄和想要活到200岁的雄心壮志。谢尔盖的这种超前的理念呢，在他的新书《年龄革命》中得以充分的展示。然而在科幻之作《流浪地球2》中呢，丫丫的记忆被转化为数字生命卡之后呢，展现出自我意识的现象，引发了谢尔盖的深思。他就说死亡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对年龄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呢，年龄已经不再适用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了。人均寿命从40岁翻倍至了70到75岁只是开始。他说在未来的20-30年里呢，人类完全有能力进一步的延长这一跨度。谢尔盖预言性的就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呢，至少有2种技术可以实现逆转衰老。第一呢，就是基因编程中的基因序列修改预防疾病。第二呢，就是研究中的长寿药物开发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逆转岁月的痕迹。他认为这将引领人类走向生物组织与科技结合的一个新形态。届时呢，机械工程人类的时代呢即将到来，而我们那个时候对人的定义呢也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了。无独有偶呢，在英国的机器人科学家彼得斯科特摩根呢，以其非凡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在2017年呢，面对医生无情的判决，运动神经元病呢，俗称渐冻人，他的生命之火几近熄灭了，仅剩2年了。然而彼得却拒绝了服从命运的安排，他就化身为一名科技战士将自己的肉体呢与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融合为一体。他不仅将体内的基因的疾病侵蚀和萎缩的器官呢一一都替换为精密的机械装置，更是创造性的构建了一个外挂的大脑和虚拟形象彼得 2.0。 这不仅仅是一场生理改造之旅，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新。尽管彼得的身体只剩下了眼睛、耳朵和大脑在维持运作，终日躺在了病床上，依靠机械设备维持生命所需，但他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就是变身为彼得 2.0 的他呢，其实是忙碌异常的。他每周呢还要继续工作60个小时，准备演讲、接受采访、处理基金业务。如果幸运的话呢，他说他能够再活20年。因为彼得 2.0 拥有可移动的机械身体并学会承载他的意识，实现永生的梦想。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呢，还可以赐予他丰富的触感体验。可是在2022年的6月呢，确诊5年后的生命中呢，虽然他最终未能抵抗命运的力量，但已经超越了医生的预测多存活了2倍之多了。在2021年呢，美国的功能医学研究院的卡拉菲茨杰拉德博士呢，就发起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实验。他领导了一个由50到72岁的老人组成的团队呢，通过改变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睡眠、运动和饮食呢，仅8周时间就显著地逆转了他们的生理年龄。实际测试的结果显示呢，参与老人的平均寿命都年轻了3.2岁。这一发现不仅令人兴奋呢，也为抗衰老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同年呢，菲茨杰拉德博士的研究呢，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运用相同的方法对女性也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在他们平均的生理年龄呢，都减少了4.6岁。与此同时呢，在以色列的拉维夫大学的一项配套研究中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另一种可以延长生命的神秘力量，那就是高压纯氧。通过长达90天的100%的高压纯氧治疗呢，受试者的生理老化程度降低了45%。
这一项临床研究表明呢，在每周5次，每次90分钟的治疗后呢，35位年龄超过65岁的健康老人的体内的老化细胞呢减少了37%，端粒的长度增加了20%，这就相当于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年轻了25岁啊！而这些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报道。研究呢是招募了13位65岁以上的老人志愿者，他们接受了为期3个月强度的100%的氧高压疗法。通过对皮肤样本的显微镜检视呢，研究者们惊喜地发现了一系列具有意义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胶原纤维密度提升了超过10%，弹力纤维的密度增长了240%，而毛细血管的数量呢增加了40%，老化细胞减少了20%。这些显著的皮肤层面的改变呢，不仅有力地证实了高压氧在抗击衰老方面的潜力，更为人们带来了逆龄的希望。更令人瞩目的是，那些被普通视为抗衰老标签的老年斑呢，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呢，已经发表在了老化期刊上，并挽回了研究团队们原本受到的质疑的声誉了。说了那么多万物生灭，季节更迭呢，生命的循环就如同一场永恒的舞蹈嘛。从萌发到凋零呢，从青春到暮年，生老病死呢，是大自然赐予众生最公平的一个赠礼。拥抱死亡的存在便能够洞悉生命的每一分精彩和珍贵了。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哦。